的频道会员8月活动，会员专属手牌讲解。跑马不行还能打锦标赛吗？多跑几次就会赢了。自己讲自己都想笑。你只要问一个问题就好，你看着小盲位的脸，然后你问自己说，这个玩家在这边有没有那个能力造？在同花听牌、顺子听牌没中的情况下，在这边 all in 34个大盲，然后知道自己很有可能会 bubble。你如果回答是他不会造，我告诉你，这边 AJ、AQ、AK 都不用跟住。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 今天要来讲解 Win 的神秘猎人赛 Day 2下集手牌讲解啊，包括非常多有趣的状况。首先，同样的级别呢，发生了一手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手牌，一样在1万、2万的盲注级别，当时呢我们是一个7人桌的状况，然后我在 low 价位，我有110万的筹码量，我拿到了1对7，加注到了4万。大盲位的玩家呢是一个年轻的牌手，看起来就是常常打线上，然后可能也有参加过一些现场赛事的经验，打得不错。他的筹码量呢，他大约有130万，选择了跟注。翻牌是2、5、2，两张红桃，就是一个叠牌2的台面，然后底池有11万，他选择过牌。我们的策略呢，我会觉得，当今天台面是一个叠牌面，尤其是在这个7以下的话，其实对于大盲来讲，它会有比较多的3条，那我是不会有。我的手牌放在下注的范围里面，绝对不是一个问题。只是我会觉得说，这一些的玩家通常都很有想法，很有创意。也就是说，当你今天过牌示弱的时候呢，他就很想要炸唬你啊。至少我对于这样子类型的玩家呢，有这种感觉啊。包括说，如果我今天换在他的位置，我也有可能翻牌的过牌加注有炸唬，或者是说，当我今天看到翻牌前加注的玩家没有持续下注，我在大盲位，我转牌就可以很容易的、轻易的下注，甚至是合牌的炸唬。所以我觉得翻牌的过牌大概的好处就是说，如果你认为你的对手在过牌之后有高频率下注的话，那我觉得过牌会是一个很不错的策略。所以当下呢，我选择了过牌，转牌来了一张 J 无关紧要的 J， 他又过牌。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下注也可以，过牌也可以啊。这时候我又过牌。然后合牌又来一张叠牌 J， 变成是225 JJ， 红桃是没有开出来了，底池呢11万。大盲位想了一下之后呢，他直接给我一个超级大的下注尺寸。15万5千，1.5个帕。这个时候呢，我在想，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1对7应该是不用想，原因是因为，比如说我有一些 S King、S Queen， 我有一些 S High 都会考虑跟注的话，那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原因是因为对手这种下注尺寸，他有没有可能自己在价值下注他的，比如说 A5， 我觉得很有可能啊，因为他知道我今天过牌2次，很有可能是什么3344或者是 S High， 他也知道我这边66以上的对子基本上很有可能100%会持续下注，也就是说。今天你过牌2次的时候，我的手牌范围就是很难赢任何的5的对子，所以我觉得他今天光是价值下注5的对子的话，可能选择这种尺寸的话，就没有道理我比他强的手牌会被炸唬掉嘛。毕竟我都考虑在跟注 S High 啊，所以我是很轻易的跟注啊。但是当时其实我在思考的是我整体的一个范围。那我在想啊，我 S High 很有可能都会跟注。这个时候呢，我选择了跟注。我看到它是 K4 梅花，一个 K High， 然后合牌炸唬。那我觉得它的 S High 跟 K High 应该不用炸唬，原因是因为它的 K High 跟我的一些，譬如说 KQ、KJ 其实是可以分钱的，所以我觉得它的 K High 炸唬的话，就是希望把我的 K High 给炸唬掉。但某种程度上，它其实有摊牌的价值。我觉得它的炸唬的手牌可以选得更好一点，所以我们赢下了一个不错的底池。这手牌发生的状况呢，是在2万、4万的盲注级别。这个对手呢，在 high jack 位，他有130万的筹码量，他加注到8万5千。我在他的下家，我大约有比他多一点点的筹码量，我选择跟注。我是87梅花 ，bottom 位的玩家呢是有100万的筹码量，他选择跟注。大盲位有150万，也选择跟注，所以是一个4人底池。翻牌是45J 彩虹面，然后有一张梅花，底池40万。大盲位的玩家过牌，翻牌前加注的玩家也过牌到我。那我觉得这手牌我有一个卡顺带一个后门同花，我觉得很适合拿来下注。还没有动作的就走 bottom 位的玩家，算是还可以接受的一个状况。在40万的底池呢，我选择了下注10万。bottom 位的玩家弃牌，大盲位的玩家跟注，翻牌前加注的玩家也跟注。转牌来了一张7，底池70万。这个时候大盲位过牌 ，high jack 位也过牌。我的手牌中了一个对子，虽然说不一定是最好的手牌，但我觉得不大需要炸。原因是因为被跟
两家，我觉得转牌在下注炸胡的成功的几率应该也比较低。那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合牌可以有一个变更强的手牌，或者有一个摊牌的价值。转牌我选择过牌，合牌来了一张845J turn 7-8，变成是一张6就成顺，中了后门2对，底池70万，大盲很快的就下注32万5千，接近是半个底池。I9的玩家弃牌，这个时候到我，那我觉得他的范围里面可能有一些随机的，比如说1对6啊，甚至是 J6同花，我觉得都有机会啊，中了一个顶对，然后后门中了一个顺子，甚至是5-6同花，他翻牌跟注转牌 check 看到合牌，所以大盲位的范围里面绝对会有6。实际上，我觉得以所谓的这种 GTO 的策略，就是我们只要接近我们的顶端范围，然后对方只要有机会在炸胡，那我觉得这种跟注呢就不是一个错误。我想一想，我觉得可能赢的牌还是太多，甚至他有没有机会下注他的 JQ， 很多玩家不会，但你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可能还是跟注比较好，所以我选择了跟注。然后他又说，you good， 他就把牌给丢掉，他也没有开牌，那我就赢下了一个还蛮大的底池。下一手牌呢，发生的盲注级别呢是2万5、5万，9人桌的状况，弃牌到我在 UTG 加2，我有200万的筹码量，我拿到了 A9不同花，这个时候加注到10万。CO 位的玩家呢是有100万的筹码量，选择跟注；大盲位的玩家呢有200万的筹码量，年轻的一个牌手，他也选择跟注。那我觉得 UTG 加2 9人桌 A9不同花刚好是一个分界点，可以加注。那如果说你选择弃牌，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当下选择加注。翻牌是874彩虹面，底池37万5千，大盲位玩家过牌。那我觉得在这种3张比较低的翻牌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持续下注不会是100%原因是因为这对大盲的范围比较有利。那 CO 位的玩家他其实也有很多，比如说10JQ、10QJ 甚至是一些手对，我都觉得他在这个翻牌面对持续下注都不会弃牌。那我觉得我们的手牌其实没有很明显的听牌，是一个最好的炸胡的手牌所以我们会有一个频率选择过牌，当下选择过牌，后面的玩家呢也选择过牌，转牌来一张 A， 很不错，中了一个顶对。虽然说我们的踢脚很差，但我们中了一个顶对。这个时候呢，前面的玩家要过牌，那我觉得 A9 虽然说我们中了一个顶对，但我们就说了，后面这个玩家跟注的范围，他会有一些，比如说 A10、AJ 甚至是假设他今天有一些随机的对折的话，我不觉得在转牌立即的下注会比过牌来得好。如果我们今天是 AJ 以上的 A， 我觉得很明确的价值下注，因为相对来讲，我们赢的踢脚的手牌会比较多嘛。那我觉得在这个874 turn A， 其实我们的 A9 还输什么 A8、A7甚至是 A4， 所以我们只赢的 A 并不多。那我宁愿把它放在一个比较保守一点的过牌策略里面，所以我也选择过牌。CO 位的玩家也选择过牌，所以我就知道我的 A 在合牌一定可以价值下注。合牌来了一张 J， 变成是478A。这个时候大盲位又过牌，那我们很明显的就是一个价值下注，当时选的一个1/3 37万5千的底池，我选择下注12万5千。我觉得他们今天如果有一些手对的话，应该都会跟注。如果他们合牌中 J， 比如说 JQ、KJ 10J， 我觉得有机会跟注，尤其是选择这种小尺寸。所以呢，我选择了12万5千。后面的玩家弃牌，反而是大盲位的玩家，他还蛮快的大概想不到5秒钟，他都加注到45万，大约是9个大盲。这个时候我就在想，他有什么牌可以翻牌过牌、转牌过牌，然后合牌过牌加注。我觉得如果他今天是一个很强的手牌，比如说5-6的顺子，甚至是90合牌中顺子，我都不觉得他是一个很直觉合牌的过牌加注。我觉得他选的尺寸也有可能是一些比较弱的2对，比较合理的可能是合牌的2对，因为翻牌跟转牌的2对，我觉得可能都不大会这样子打。合牌的2对，他真的会过牌加注吗？不会主动下注吗？所以我其实看不大懂。说实话，我觉得当下的决定还蛮难的。我事后有想，我觉得可能再加注会比跟注来的好这样我也不确定。但我觉得说这个年轻小鬼头合牌加注看不大懂，能中了一个算还蛮顶端的范围吧，中了一个 A 过牌2次，我不知道 AJ 会不会，可能不会，因为我们 AJ 转牌会下注 ，A8 跟 A7 转牌也不会过牌嘛，顶2对也不会过牌。虽然说不是一个很好的感觉但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必须要跟注，当下选择了跟注。看到是 J8 2对，所以他是翻牌的顶对，转牌开 A 嘛，所以他又过牌，然后合牌他中了2对，他没有下注，他反而选择一个
过牌加注，这手牌让我蛮意外的，然后输了一个合牌45万的下注。下一手牌啊，接下来真的精彩，3万6万的盲注级别8人桌 ，UTG 的玩家有140万的筹码量，他加注到12万。Low 价位的玩家他大概有200多万，他选择3次加注到36万。High 价位呢是一个短筹码，他只有25万 all in。我们有147万在大盲位，我们拿到了 AA， 非常好。一个 raise， 一个3次下注，然后一个短码 all in 啊，基本上就是跟注的意思。我们在这边会不会有一个跟注的策略？如果真的要的话，可能 AAK 可以用跟注的，但我觉得不会是一个很常见的预设策略啦。在这个情况下呢，我觉得我的一队 A 不管怎么样做啊，看起来都很强。那我选择了 all in，UTG 的玩家也很快就 all in。我的筹码量呢是147万，我比 UTG 的玩家140万还要多，反而是那个3次下注的人，他是 cover 我们3家。他想了一下之后，他弃牌，开牌了之后呢，我是一队A，UTG 的玩家是一队 K， 短码的玩家是 A10不同花。弃牌的那个玩家他说他是一队 J， 这手牌没有意外啊，成功的击倒了2位玩家，拿到2张神秘猎人牌啊。那这手牌我在想，如果我用跟注的 UTG 玩家 all in， 他的一队 J 会怎么做？如果他有机会跟注的话，就以结果论，那我可能用跟注的埋伏啊，会是一个最好的情况，蛮极端的啦。就是你要在一个锦标赛里面看到这样子的状况，我觉得是很少见。实际上可能有一些些微的差异，但你也要考虑到，就是如果说今天我用跟注的，不管 UTG 的玩家弃牌或者怎么样，甚至是跟注，我们很有可能要打一个4人底池，有一个短码 all in， 应该说3人底池哦，因为很有可能 UTG 的玩家会扣，然后3次下注的人直接看翻牌了嘛。所以某种程度上，如果说我用跟注的话，那2位玩家很有可能会跟注，原因是因为一个短码 all in， 那他们想要拿这个猎人牌，3人底池，我要打一个没有位置的情况下，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的危险哦。虽然说我们筹码很少，虽然我们是 AA，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接近的状况。你们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会用跟注的还是用 all in 的，好不好？我当下是决定用 all in 的，反正是一个很好的结果。我们赢下了一个非常大的底池，然后也让我成功的赢到2个猎人牌。下一手牌我觉得是这整场赛事里面最不确定的一手牌啊，这手牌跟大家分享。这手牌呢是4万8万，是一个8人桌。我在 UTG 我有250万的筹码量，我拿到了一对7，红桃7，这是一个关键的手牌，加注到16万啊，2个大盲。CO 位的玩家呢，这手牌开始的时候他有150万的筹码量，18个大盲左右。他是一个亚洲的面孔，他是住在英国。我有打牌的一些我认识的牌手，有英国的，也会跟他聊天，所以我在想他可能不会是太娱乐的玩家，至少他会跟一些这些牌手聊天。但我没有看过他，他选择了3次下注到40万，然后这个时候到我。那我觉得以预设策略来说，其实很多玩家就会很明显说啊，这个一定是大牌。像我自己在做翻牌前的预设表格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设定一个20个大盲，3次下注到5个大盲的预设范围。那它的范围里面呢，最明显的价值手牌，我跟你讲是什么？对子的话，只有 QQ 以上的对子，可能会有一些 AK 同花，有的玩家可能不会 AK 同花，有的玩家会 all in， 但我觉得 QQ 以上的对子是最明显。那问题就在于这个玩家有没有炸胡。那如果说你有看过我们的预设表格的话，你就知道，如果是我的话，我的炸胡会选什么样的手牌，所以我会知道说他的范围里面，如果我是他的话，我会有炸胡。但是问题就在于说，大部分的玩家有没有这个能力啊？我觉得就是一个问号。扑克永远就是在猜嘛。如果说我真的相信他，我知道这个玩家很菜，我就直接丢牌嘛，因为我觉得他就不会有炸胡，永远是 QQ 以上的对子，他的筹码量也没有不足以让我们去买一个3条，所以我觉得光是以这样子预设立场化，他就可以直接弃牌。但我觉得有很多的资讯就是我们不确定，我也觉得如果我是他，我会有炸胡。这手牌其实弃牌也可以，我跟注也可以，跟注之后会不会打，这是一个很大的关键点。那如果说是我的学生，或者是我觉得他们大部分的玩家在翻牌之后，他如果不确定什么样的翻牌可以继续，什么样的翻牌不能继续的话，那我会建议就是翻牌前就直接弃牌，因为他太边缘了。当下的想法就是他翻牌后，我不确定有没有打得比我好，还有一个差别就是我筹码比他多嘛，还有一个额外的猎人牌，这个稍微有一点点的改变，但我觉得没有帮助到太大。总而言之呢，我们选择了跟注，这个就是噩梦的开始。翻牌4-3-2， 3张红桃，底池100万。预设策略呢，当然是选择过牌。我们过牌，对手剩下110万的筹码量，他看了一下之后呢，他选择下注20万，20%的底池，我可以直接弃牌吗？很明显的是不行，原因是我们有红桃7。那如果说今天没有红桃，我觉得稍微边缘一点。但如果说2、3、4有红桃的话，我觉得是必须至少要跟注一次。好，跟注转牌来了一张方块6，底池140万，变成是2、3、4、6 3张红桃。这个时候我们过牌，底池140万，对手 all in 90万。
如果转牌是开任何的牌，基本上我们应该都是一个很明确的弃牌，原因是因为开 A 我们没有更多的 odds， 那 A 是它的范围，开10以上的牌呢也是它的范围。假设开10，我不知道它的 AKQ 会不会 all in， 我们没有更多的 odds 嘛。但问题就在开一张6，我们多了一个卡顺，再加上我们不知道对手有没有红桃。我当下的想法就是说，学过赔率的话，我们就讲，我们是用90万去赢一个320万的底池，实际上的话，我们大概要接近28%的胜率，也就是说，我们大概要有4个到15个 odds。当然，我们不确定对方有没有红桃，那我们先假设，如果对方是 AAKK 没有红桃，我们先假设这个状况，我们的 odds 有什么？我们要池是有5跟7，所以是5个 odds 不到红桃嘛，因为红桃9个 odds，5跟7总共是9加5，所以我们有14个 odds。其实我觉得是非常的接近。我认为买到7是一定会赢啊。那我认为买到顺子，他怎么可能会有7？问题就在于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红桃，这个是一个我把它认为他一定是大对子哦。也就是说，我们就以赔率上其实是非常的接近。但是还有一个状况是，对手有没有可能是 Ace King、Ace Queen 啊，甚至是一些随机的炸火，然后有红桃？当然也有可能是有一些更奇怪的牌，但我们不知道。也就是说，有没有机会我们77目前是领先的手牌？我觉得这个也有。再加上就是，如果我们击中了合牌的红桃，我们额外可以抽一张猎人牌，那这个也有额外的价值。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了合牌面对 all in， 我们有跟注的话是90万去赢一个320万的底池啊，我们大约是要28%的胜率。那如果说我们算我们的 odds 的话，我们至少要有14个 odds 才是一个打平的状况。那我以一个最好的状况，9个 odds 的同花听牌加上2张7跟3张5，我们刚好就是有14个 odds， 刚好是打平。所以我觉得扑克这手牌很尴尬的就是很多的不确定性。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翻牌前我们就讲，他如果选择这样子的3次下注，只有大对子，那我们翻牌前甚至都不应该跟。这个有很多地方，我觉得结果不是重点啊，重点是大家可以听到我讲的这一些分析之后，我觉得大家对于思考的方式就多一些考虑的东西。那我当下觉得以大部分的范围来说，可能还是没有红桃的机会多一点，我自己是这样催眠自己啊，那我就扣了。我看到它是一对 Q， 它没有红桃，它是2张黑色的 Q， 所以我们实际上真的有打平的14个 odds， 合牌是一张3，所以让我输了这个合牌的90万。它的翻牌前到底会不会有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啊，这是一个问号。以我自己在做范围预设的课程，我自己知道它会有一些炸，那我觉得比较符合逻辑的就是翻牌前不能够直接 all in 接近20个大盲的手牌，可能是一些 A10 AJ， 可能是一些 K9 同花，这手牌所有状况都踩在一个最尴尬的状况。假设转牌不是开5，不是开6，不是开7，开8以上，他打我们就弃牌。我们刚好又有红桃，转牌又更多的 odds， 底池赔率又刚好又够，然后又有额外一个猎人牌，所以这手牌是我觉得最多疑问点的一手牌啊。那如果说你要放在 GTO 的预设范围里面，我觉得当然它不是一个错误。我觉得玩现场的扑克有的时候你也不会去说哦，因为 GTO 说是对的，所以我们就一定照这样子打。不管怎么样呢，这手牌让我们损失了蛮多的筹码量，掉到大约剩下10个大盲。这时候拆桌，然后我们的筹码量呢是不到10个大盲。有一手牌可以说是很幸运，也可以说是很不幸运。弃牌到我在中间的位置，我大约有接近8个大盲，拿到一对10。那我们直接 all in。大盲位的玩家呢是一个年轻的职业牌手啊，在欧洲打一些比赛，他有赢过大赛，很快的就扣了。他是这一池不同花，他可能觉得说有猎人牌，然后8个大盲，很快的就跟住。但我在想，这应该比他实际上想象中还要接近很多。原因是因为这个是最后的3桌，我的范围也会比较紧。然后我认为10J 不同花也不是一个秒跟的手牌。翻牌是 KJ9。又被中一个对子，我又落后。转牌开一张 Q， 然后合牌是一个分钱的状况，所以我说这手牌是一个算是很幸运也不幸啊，我觉得2个都有。我记得最后面出局的手牌呢，我是1对5，我是在 UTG 加8人桌，很明显的不到7个大盲，就是一定要 all in 的1对5。另外一个是一个韩国的牌手，他大约有20个大盲，我 all in 6、7个大盲，他在 high 价位吧，他也 all in20个大盲，他是 AJ 同花，那我是1对5。翻牌呢就是什么 QJ 什么东西，反正就中了一个对子，那我就被淘汰出局了。我们最后出局的是25名，14000多。然后我想说，这一个赛事的高潮就在25名出局之后，直接去抽大奖，即将抽出我们2张神秘猎人赛的奖金。在荧幕上呢，超过1万的奖金啊，至少还有10个，25/2敲个前10，抽个1万，合理吧？抽个大奖5万、2万5，还有10万的，合理吧？ And the right side, he said. All right, here we go. Good luck, good luck, good luck, man. 500. Second bounty. 500, that's a total of 1,000.
精彩。也要再跟大家稍微复习一下期望值一场是多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期望值呢，我们有算过。开始比赛的时候呢，从300多个人到200个的时候，其实期望值越来越高。原因是因为大部分的玩家都是抽低于期望值的奖金，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从6000多一路上涨到听说啦是7、8千，但是呢，我抽到的都是最低的，一张平均6000多，然后中间一度超过6000。那不管怎么样，到最后一张大约都会有超过6000的期望值。那我们这场赛事呢，总共抽了5张。4张500，1张1000，所以我们5张总共抽了3000。3000是什么概念呢？3000是一个报名费多一点的概念。这个报名是2200。我都打一个最烂的那种，不要说神秘猎人赛，最烂的那种猎人赛都会有3000啊。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别人是在玩神秘猎人赛啊，我在玩什么最烂的猎人赛，是不是？就抽个最低奖。你要知道，抽5张的期望值是多少？1张6000，5张3万，平均啊，我抽3万的1/10，3000。在我前面的那个年轻的玩家，他抽到这个东西，当下啊就是面无表情，然后这个人就说 "What's the point？ 有什么意义？"然后那个主持人就What's the point？ 什么意思？你不开心吗？然后就说他也没有讲话，全场都莫名其妙，然后大家也觉得说，不知道他在不爽什么东西，然后这个人就生气的赢了25万，然后就走了，然后我就过去抽500。以上就是我们神秘猎人赛 Day 2完整的状况。那如果说你对于我们美国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如果说你想要问我手牌的话，欢迎到我们的 Discord 手牌投稿区投稿你有问题的手牌。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分享。我是小 P，大家拜拜。